二叔，你这次省亲回来，我正好有事与你商议。叔，街上的陈秀才待我极好，我想嫁给他。二叔放心，秀才说了，成了亲咱们还是一家人，我可以继续做营生，还能照顾小姑。二叔，你干什么？疯了吗？想嫁人了。我比那秀才强多了，不如你先试试我。娘，我与玉娘的婚事不作数，待我死后，先放七叔给她，我要护了她一辈子。朝为天舍郎，吾等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半年后，陪婶娘也跟着去了，一场风寒直接要了她的命。哎呦，我苦命闺女！裴二娘，你哥死了快1年了，我闺女才18，赶紧按你哥的遗言把房提前贴了。闺女，爹不赌了，爹正干了，爹现在买了驴做车把式。你留在那绝文家里算怎么回事？你跟爹回去，日后爹托人重新给你说门好亲事，保准你吃香喝辣。你真的不赌了？那你发誓，你要是骗我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烂手烂脚烂舌头，死后被扔乱葬岗无肉食，然后被野狗啃食。薛玉，烦了你了，有你这么咒老子的吗？不赌了，你这种老赌鬼的话能信？什么说门好亲事，你怕是输红了眼，想将我骗回去再卖一次。死丫头，你给老子滚回来！二丫，你别哭了，你嘴脸那么大，我害怕。唉，二丫，我裤子湿了，你能帮我换吗？太母，你怎么又尿裤子了？我不会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那你能去厨房煮碗汤面吗？哥哥不是去煮了吗？哎，他有个啥用？连媳妇儿都留不住。要不是他，咱们俩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别哭，太母早就有主意了。等天黑了，咱们就离家出走，这个家是待不成了。那鳖嘴不是好人呐！嫂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裤子湿了，还没有换。二叔，我来吧。二叔，吃饭了。小姑年幼，太母也需人照顾。二叔若是回军营，可想好了如何安顿他们？我打算将他们托付到西坡村朱家。绝对不行！西坡村朱里长家虽是10里8乡最富的人家，但也是出了名的铁公鸡。二叔要托付朱家，想来朱里长是李隐，为了面子，自然不会明着拒绝。可是二叔常年在军中，可知姑姐在那深宅大院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姑姐嫁过去多年，只生了个女儿。朱家婆母多有怨言，动辄打骂。朱家姐夫更是早早就纳了妾，他连自己都自顾不暇。小桃和太母去了，能有活路？
所以咱们也不必给姑祖添麻烦了。放七叔我先收着，二叔且放心去军营博前程。我留下照拂家中，待日后小桃和太母都能安顿好了，我再离开不迟。好。饭做好了，二叔来吃吧，待会儿要凉了。裴二郎刚回军营，我那好亲爹就趁我出门洗衣服，骗太母开了门，家里的钱还有裴婶娘留下的玉镯全被他偷去了，甚至他还收了皮革行老渔夫5两银子，想把我再卖一次。杀人啦！好你个薛玉，你如今虽是裴家妇，但亦是薛家女。大楚凤庙为人子状告生父，按忤逆罪论处，所以本老爷断案之前，要先痛打你20大板。你可还要告他？告！我要告他，伙同赌房之人卖发妻，害我娘悬梁自尽。你可有证据？李氏死时，民妇才7岁，没有证据。那便是口说无凭。那民妇就要告薛守仁一女妄想二脉，坏了官衙规矩。他将你许配给裴家有媒婆作保，皮革行老渔夫的礼钱，他也已尽数还清，罪不成立。那青天白日盗取裴家钱财，这又怎么说？事出有因，如此本官就判他归还裴家钱财，如何？他没有钱了，他都赌光了。那就让他立下债据，有县衙作证，他抵不了赖。如果他就是要抵赖呢？那本官就治他个欺罔之罪，打入牢房。丫头，我叫赵吉，你公爹裴长顺年轻时卖豆花，我们老早就认识了，是老相识了。我替你雇了辆驴车，拿着这瓶金疮药赶紧回家去吧。最终薛守仁立了债据，而我也挨了20大板。幸好赵大叔手下留情，不然我怕是连命都要丢在这儿。二丫，你老看着我干嘛？我害怕。太母，你渴了吗？喝点水。我不渴。不，你渴，赶紧喝，喝完了尿裤子，我好给你换。我好不容易养的2只会下蛋的鸡呢！哎呦喂，啥条件啊？还吃鸡呢？日子不过啦？家里还有1只呢，过2天我还来找你帮忙宰，你别馋，到时候鸡屁股全都留给你。我谢谢你全家。我说薛玉啊，你这伤刚好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。小桃她亲姐姐裴梅不是西坡村朱长家的阔少奶奶吗？你们如今饭都吃不上了，怎么不让小桃去她亲姐姐那里借点银两来应应急？绝对不行！小桃，你给我回来！小桃，你怎么了？你真一个人跑去朱家了？嫂子，梅梅真是我亲姐姐吗？我娘生她的时候是不是把她掉进粪坑里去了？吃，就知道吃！瞧你那穷酸样，我刚在说的，你可都听明白了。我是绝对不可能收留你和太母的，你们想都不要想。桃啊，你年龄小，不懂人心险恶。姐姐这么做是为了你好，你和太母一定要留在裴家，否则那个薛玉指不定哪天就把咱家的宅子给败光了呢。这个裴梅，他说他的，我拿我的，总不能白跑10多里地吧？咱们二丫就是有出息。下次我还去，太母，下次我带你也一起去，咱们把他家给吃空。好。小桃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我要去县城找些活干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太母。那你日落之前必须回家，否则我就扔下太母跑去寻你。叫什么干什么？孙掌柜，您放着外面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伙计不用，非要另花钱找我们几个弱女子来搬货，这是为何？
你可知你手中的这布可是浮光锦，几十两银子一匹。粗手粗脚的伙计，我可不敢用。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，宁愿磕到了你们，也不能磕了我的这些布。嫂子，馒头还热乎的呢，真香，真好吃。留着你和太母明天吃。嫂子，你怎么不吃？晌午孙找管的管饭，我可是吃了他足足3大碗，把他那张老脸都给吃黑了。嫂子，你真有出息。嫂子，你真有出息。还行吧，下次有机会我争取吃他4大碗。当着他们的面，我自然不能表露内心的焦虑。如今这家里完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实在是有愧于二郎。小妹和太母就有劳嫂嫂在家中照看了。定不负二叔所托，可结果呢？人家前脚刚走，后脚我那个赌鬼老夫就把钱全都偷光了。我把他妹妹和太母照顾的只能喝西北风。明天一早我再去县城一趟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偌大个县城找不到糊口的地方。睡觉。好不容易找了个抄书的活儿，抄10张给1文钱。但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。大林虽教过我识字，可碰到这些生涩难懂的，完全就是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你写的真好。抱歉，我无意冒犯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是聪字，鹤飞举万里，一飞葱浩仓，意为直飞。难怪这么难写，我看大家抄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书士为何要雇人抄这么多份？此乃京中康王殿下的新词集，风靡华京，各路州府争相表现，想在康王殿下面前露脸罢了。姑娘放心抄，字写的差一些也不要紧，书肆也只是做样子给夺州郡看，其实根本卖不出那么多。哦，那就好，多谢。姑娘不必客气。姑娘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垫一点。谢谢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多谢掌柜，再熬半个月，裴二叔的钱估计就能寄过来了。他在边疆当兵，属中等兵士，一天大约有70文钱，那1月下来就是2两1奖。唉，不想那么多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眼下要紧的是先借钱活命。你这丫头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唉，我是看在你死去公爹的面子上才借给你的，你可记得要还我，我也不容易，家里还有个瘸腿的闺女。赵大叔放心，我薛玉是个守信之人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裴家嫂子，这是二郎从军营寄回来的军饷，整整4两银子，你收好嘞。太香了，舌头都要香掉了。感谢我二哥，让我吃上这么好吃的烧鸡，感谢他祖宗10拜。手里有了钱，我不想再去县城找活干了，我想要在狮子巷做生意，重新把裴家的豆花摊再开起来。嫂子，你好厉害啊，什么都会。嫂子，二哥寄过来的钱也够我们用好长时间了，嫂子你不要这么辛苦了。不能一指望你二哥呀，
他在外面从军，手头宽裕些才好。若是把钱都寄了回来，他自己就会过得很拮据，做什么都不方便的。人活一世，解决温饱的同时，能多攒点钱，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，心里才会更踏实，有底气。那嫂子，你攒了钱想做什么？那可多了，我想送你去读书，还想给你和太母做一身新衣裳，让你们每天都能吃上烧鸡和酱肉。如果这些都实现了，接着我还想给你攒一份嫁妆。为什么给我攒嫁妆啊？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攒？我已经嫁过了，我是你嫂子呀。那你为什么不给二哥攒份嫁妆？他年纪比我大，应该先给他攒啊。以你二哥的本事，他应该不需要我们给他攒嫁妆。为什么？他很厉害吗？应该是吧。我觉得他将来很有可能出人头地，说不定还能做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。嫂子，那我呢？你觉得将来我能做什么？你呀，说不定能登上天子堂，就像秦良玉、冯辽那样，做个女官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对，你特别厉害，特别有出息。到时候你在华京有了大宅子，可别忘了接嫂嫂享福，找7、8个丫鬟嫂子伺候我。7、8个不够，我给你找100个。嫂子，你快攒钱。赵大叔，这是我昨天做的豆花，你尝尝怎么样？豆花很嫩，但是味道差了，比不上你公爹的手艺。正宗的裴氏豆花，自然是有别人做不出的味道。否则当年从你公爹铺子里出来的伙计，也不会只卖了1年豆花就卖不下去了。云安县城的人大都吃过你公爹做的豆花，口味都吃刁了。更何况现在1碗面才15文，1碗豆花算上成本什么的，最低也得20文。口味做的不是很好的话，肯定是卖不出去的。还没开始卖，就先遭受一顿打击，心里着实是不舒服。不行，我薛玉不会这么轻易就认输的。明天我就去趟西坡村朱家，说不定从裴梅那儿能知道点什么。你们俩不要像块狗皮膏药似的粘着我们家少奶奶了。我们少奶奶说了，那个什么方子她不知道，就算她知道也不会告诉一个外人。谁稀罕和你们一起做生意？笑死人了！知道我们少奶奶什么身份吗？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谁死了？什么谁死了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不是你说笑死了人吗？还有，不要用你的鼻孔瞪我，窟窿眼子太大了，瞪得我害怕。你个死丫头！你鼻子好像歪了，记得找个大夫看看，本来就挺丑。小气抠搜，不就是拿了他几回糕点，至于吗？几回？我不是说了不准再去了吗？你又跑去他们家拿糕点了？嗯呐，连吃带拿，最后一回还被他婆母碰见了。你干了什么？他婆母脸色可难看了，黑得像锅底。我可懂事了，还极其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有病呢。自打从裴梅那儿回来后，我消沉了好几日，可直到那天，来人正是赵大叔的闺女阿香。听说她自打11岁时摔瘸了左腿，就不爱出门了。那日我去赵叔家还钱，我们也只是点头之交。她今天怎么一个人坐驴车跑了20里地来找我？那日你和我爹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怎么，你放弃了？不想开豆花铺子了？不是，你仔细听我给你讲。你为何不去问问裴二郎？二叔，兴许裴梅是真的不知道，裴伯伯是生意人，辛苦经营半生，这种方子想来也只会传给儿子，毕竟女儿将来是要嫁出去的。可是二叔很早就不在家了，他也不见得知道吧？不问又怎么知道？你现在写信问，我回县城时顺道替你带去油艺。二叔，我做的豆花味道不对，你可知具体做法？求指点。薛玉，你这字写的丑也就罢了，你字里行间里就不能有点亲人之间的关切吗？啊，那要怎么写？你就在末尾加上一句边疆苦寒，二叔定要保重身体，盼平安归家。信写完后，他小心翼翼地收好。我原本搞不懂他为何对我卖豆花的事这么感兴趣，
可直到临走时，薛玉，我与你同岁，一样是阿娘早逝，而且我还是个瘸子。我爹总张罗着给我寻一门好亲事，可我知道，好人家的儿郎哪里会愿意娶一个瘸子？他总说给我攒了整整100两的嫁妆，婆家穷点无妨，只要夫婿对我好就行。他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天真。穷人家的儿郎愿意娶我，哪个不是为了100两嫁妆来的？薛玉，你若想卖豆花，我可以把那100两拿出来帮你开铺子，你先不要拒绝。我没有别的目的，要的也很少，我不贪心，我只想给自己谋一条出路。我不想嫁给那些为了钱娶我，却又在背后骂我死瘸子的男人。信寄出去整整1个月了，依然毫无动静。毕竟在他眼里，我算是个外人吧。既是外人，他又怎会把那么重要的方子交给我？嫂子，你错了！我二哥将来可是要做大将军的，而我将来也要做女官。到时候谁还稀罕回来卖豆花？所以那什么方子根本不重要。裴家嫂子，边将来信，还有4两银子。嫂嫂见字如面。裴家豆花的秘诀，其一为卤汤，其二为3合油。父亲做豆花前曾是卖油郎，旁人的豆花只加香油，而裴家加的是香麻油、鸡油、猪油3种的秘炼。另外，卤汤中加入鸡杂，味道会更鲜。这间铺子我们盘了。阿香，我心里有些忐忑，开这间铺子几乎花光了你所有的家。怕什么？我爹都说了，味道和从前一模一样。裴家的豆花还怕卖不出去？阿香说的对，短短2年，我们收回了全部本钱。吃了吗？吃了，老太太身体真硬朗。铺子回本的第2年，我把小桃送去了私塾。第3年，刨去日常花销，我竟然攒下了50两银子。没人会信一家不大的豆花铺子能这样赚钱。薛娘子，你要不要给裴二娘寄些冬天御寒的衣物？怎么了？那边要打仗了，冷得很。我们这2日就出发了，要寄的话，快点送去。二叔约莫8尺身高，身形匀称，肩宽腰窄，毛裹在里面贴身穿，应该会暖和许多。哎呦，这可是上好的裘皮！薛娘子，裴二郎在军营要是收到了这个，怕是要惹得全军营的将士们眼红哦。军中不发冬袄吗？发下来的冬袄尺寸不合适，而且里面的棉花薄得跟纸一样。边关宫寒，冬天那风刮起来跟刀子似的，都能刮到衣服里，直接割人的肉。所以啊，每年冬天，只要家里有亲人的，寄的最多的就是护膝、夹袄这些御寒衣物。你说什么？每年都寄？对啊，每年冬天那边最难熬了，不穿家里人寄的衣服，怎么能挨得过去？裴二叔年少从军，距今已有7年之久，而我自到裴家，从未见沈娘给他寄过1次衣物。这7年的寒冬，他一个人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铺子生意兴隆，家中一切安好，二叔勿挂念，盼平安归家。太母胃口不错，唯小桃难以管教，私塾逃学，还打了铜线。二叔回来可好好管教，盼平安归家。大姐，边关战事结束了，大楚完胜，圣上龙颜大悦，论功行赏，边关士兵获准返京探亲了。战事结束了，二叔要回来了。客官，您的豆花。
化太大了，3年又半年。他走的时候尚有几分桀骜的少年气，如今回来，容貌愈冷，竟是成年男人的锋锐和深沉。二叔，从前是我声音轻，他声音低，如今反倒变了。我声音低到我自己都要觉得他可能根本听不到，可他听到了。嫂嫂，这定然是咱们嫂嫂啦！拜见嫂嫂！各位君爷不必多礼，折上民妇了。不，嫂嫂才是不必多礼，咱们愧不敢当。嫂嫂当得，若不是您的那封信，咱们几个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来驼州郡吃这碗豆花和鸡杂汤呢。我的信，将军一诺千金，说带我们来，我们就真的来了。厚着脸皮登门，还望嫂嫂莫要介怀。虽然我被他们的话整得摸不着头脑，但我听懂了一件事，这群人是来吃豆花和鸡杂汤的。不卖了，各位街坊不好意思，薛玉改日向你们赔罪。今日我家二叔回来了，还带了咱们大厨刚刚从边关厮杀回来的好男儿，烦请大家下次再来吃，今日就不收钱了。将军果真没有吹牛，这豆花真香，真好吃。天寒地冻又如何？胡蛮子诡计多端又如何？咱们还不是打赢了，把那群胡蛮子屠杀殆尽，彻底赶到了沙勒口之外。嫂嫂，还有豆花吗？多摆几个碗放着吧，咱们还有很多兄弟没有回来。当初说好的要一起来潮州郡吃嫂嫂做的豆花。饭饱后，有几人朝着荆州方向继续赶路回家，另有4人留在了云安县。裴二郎说，这4人是光条汉，家中已没亲人，纵然圣上特许探亲，也无处可去。大庙村的老宅我已经收拾干净了，可留他们住下。我和小桃太母早就搬到了这铺子里住，老家洼子应是够他们睡下。放心，即便没地方住，他们也不会亏了自己。直到这4人结伴出现在狮子巷的私仓子里，我才彻底明白了他那句不会亏了自己是什么意思。因太母腿脚不便，小桃搬去了楼下照顾她，2楼空出来的那间房变成了我的缝纫间。我原是没打算让裴二哥住铺子里的，楼上2间房挨得太近，多有不便。但裴二叔临走时却说：“我去就回。”去就回，是何意？难道他不住在那儿？我估摸着他定是想回来多看看太母和小桃吧。听说你如今是大将了，嫂子果然没有骗我，她一早就说你很厉害，肯定能当上大将军。一瞬间，我有些慌乱，反倒是他泰然处之，如晌午初见那般，隐约又笑了一声。既然上了私塾，那我考考你，经史子集八股文背到哪儿了？二哥，你怎么也会这些？难不成在军中也要读书吗？那是自然，营中善学者也要送去军师那里授课，否则人人都不识字，如何看得懂兵书防图？哎呀，二哥一路辛苦了，赶快上去歇会儿吧，衣服也换下洗洗，都脏了。那个二叔也要住在铺子里吗？不然呢？楼上不是有空房吗？怎么，嫂嫂没准备我的住处？哪能呢？准备了的，只是以为二叔要和韩小将他们同住呢。跟他们同住什么？回家了，自然是要和家里人待在一起的。楼上那间空屋子连被褥都没铺，针线箩筐摆了一桌子，乱七八糟，怎么睡？家里都是女眷，所以都按照我们的喜好布置的，因此一眼看上去会有些喜增气。无妨。二叔先稍作休息，等晚上烧了热锅再洗澡。
我做了件新的镊球给你，就差缝边了。待会儿收收尾，刚好你洗完澡穿。二叔这次能在家住多久？住到月余。之后还要回边关吗？不去了，要回华京长安营任职。华京长安营，天子脚下，裴二叔，这当真是飞黄腾达了。待安顿下了，再接你们过去。接我们过去，要接也是接小桃和太母，我就罢了。说我一直是他的寡嫂，自然可以跟过去享福。可是我已经20了，我没准备在裴家守一辈子过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本就是有定数的，我原本所求不过吃饱穿暖，如今都实现了，总该为自己的下半生盘算下了。我起过嫁人的心思，因为我确实遇到了一个不错的人，他姓陈，在小桃的私塾里做教书先生，就是当年在书赛给过我一块炊饼的那个青年。他爹娘早逝，家中就他自己。玉娘，你觉得我真能考上吗？我连乡试都没考过。能，你年纪轻轻，学问又好，总会考上的。玉娘，我会的，下次我一定能考上举人。如果我考上了，你能不能看一看我？看你什么？我想娶你做娘子，可现在不成，我家徒四壁。我是个寡妇，我不在意，玉娘，我真的不在意。我觉得你好，所以才想娶你，跟你是不是寡妇没关系。行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你该把心思用在考试上，待你考上了再说。裴二娘回来后，原本生意就不错的豆花铺子，比从前更热闹了。县城老爷亲自来，连涿州府尹都坐着马车赶来套近乎。嫂嫂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我们将军带1000兵马夺下5次县，活捉了胡蛮子几千名老弱妇孺。多此一举。人人都道裴校尉冷血无情，可当年平城失守，就是因为守军可怜一个蛮族小孩，被人在水里投了毒。战场上的仁慈，就是自寻死路。圣上明察秋毫，当即下旨封将军为武卫将军，赏赐无数。后来宣将军进殿，圣上龙颜大悦，便提出要封家里的寡嫂，也就是您一品诰命夫人。诰命夫人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将军他竟然给拒绝了，迟迟没有召你觐见，你可有他想？有，打算解甲推田回家卖豆花了。京中来的3品武官格外金贵，看府台大人们的态度，裴二娘日后必定会有不可估量的前程。嫂嫂，我们将军这前程定然是无量的。镇北将军冯继荣十分看重他，已有意摘他做女婿呢。镇北将军，那可是华京真正的皇亲国戚呀！冯家有3位尚未出阁的小姐，冯将军有意将嫡出的女儿许给咱们将军，这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啊。那位冯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世家小姐自然是好的，只是听说被家里养得骄纵了些，心气极高。她听说要许婚，本打算给咱们将军来个下马威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咱们将军压根没搭理他，反倒是冯小姐见了人直接看呆了，从此连门也很少出，在家绣花养性子呢。我家二叔出身寒门，虽配得世家贵女，只怕让别人轻视了去，如此甚好。哪能呢？他可是裴义，率1000兵马赶过麓山，这份魄力焉能让人轻视了去？二哥，你又喝酒啦？二叔，我下午去布庄买了几匹布，想做袍衫给你。我想用绿绢做窄袖圆领袍，压青色的那匹颜色有些深，做直领口的袍子合适。你觉得如何？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还多买了2匹别的色。你来做主就好。二叔喝酒了，我去楼下煮碗糖茶水，你先坐坐。厨房生了火，
糖茶水煮起来简单，片刻便好。去哪儿了？二叔，糖水煮好，放桌上了。不是要做衣服吗？不量一下尺寸？哦，你身上这件不合适吗？有些紧。紧吗？那我把腰身放一放就可以了。量一下吧，肩背那儿也有些紧。二叔见谅，腰身这里我用手来量下吧，比木尺量得准。有劳了。腰围2尺3，对2尺3。雪玉，别慌，冷静下来。雪玉，肩背还没量。对了，二叔，你和韩小将他们回来那日说的信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若没有那封信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来涿州郡吃这碗豆花呢？我们设计攻下五子县时，派了一队人马绕道浑河，没想到半路遇上铁勒人的大批人马扎营，敌众我寡。为了不耽误要事，我带着他们躲到了鹿山。铁勒人扎营3日，我们就在鹿山的暴雪里冻了3天，太冷了。第1天夜里死了10几人，第2天几百人，第3天我对他们说，我们裴家在云安县开豆花铺子，如果活下去，日后我带你们去吃豆花和鸡杂汤。他们不信，说校尉骗人。我身上刚好有你寄过来的信，所以就拿出来念给他们听，他们就全信了。二叔，行军打仗难免遇到突发情况，没办法的。不，有办法。我们有马，把战马宰了躺进马肚子里，或者饮几碗马血，都不至于死那么多人。可是，一旦那么做了，势必耽误军令，斩杀战马更是死罪。所以，我在军令和担责之中，选择了舍弃他们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那种情况下，没人知道哪种抉择是正确的。斩杀一匹马容易，开了这个头，你们也不见得都能活下去。二叔，我信你，我信你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。对，下令屠杀几千妇奴，也是深思熟虑过的。虽然很残忍，也很可怜，但是错不在你。那么，错在谁呢？错在他们想屠杀掠夺，我们想保家卫国；错在他们想吃饱穿暖，我们也想耕地种田。这本就是拼杀的死局，你非要说出个对错，你若是错了，别人做的也不见得是对的。谁又不是天上的神仙，哪里能滴水不漏？木瓢用久了都开裂呢。好了，哭什么？不说这个了。我今日在府台大人府上见到了徐县令。然后呢？然后听说了你当年拎着菜刀把你爹告上衙门，还挨了20大板的事。那位徐县令作为当初的审案人，突然得知裴家出了位正3品5位将军，而寡嫂刚好被他打过20大板，为了防止裴二娘秋后算账，想必才上赶着主动提起的。是呢，那时冲动，做事不够周全，不仅钱没要来，挨了板子，还被人骂是不孝女。仔细想来，真是得不偿失。何人敢乱嚼舌根？嗨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议论起来本就说什么的都有，随他们说去，我又不会少块肉。遇到了那样的难事，为何不写信告诉我？说这个做什么？好没意思。二叔在军中也不易啊，我瞧着韩小将他们的花销也没少使银子，二叔把钱都寄回家中，想来那时也很拮据。没有，我花不了他们那么多。一语作罢，我的脸瞬间烧得通红。我见他们往狮子巷去，还以为是来找裴二叔，结果回去之后并未在铺子里见到人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我明明看见他们进了狮子巷的。不必管，随他们去。那怎么成？既来了狮子巷，咱们定要招待的。
我菜都买了，二叔知道他们在哪儿，就去叫一声吧。不叫。他们在哪儿？我去叫。秦楼。狮子巷周桥东丝绦妓馆，以秦楼最为出名。我下去洗碗。陪二娘归家这段时日，其实我过得很是轻松，因为她每天晨练比我起得还早。天还没亮，带我到了后院，她都已经把豆子磨成浆过滤好了。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这属实不是一个寡嫂该看到的。二郎倒是稀罕，这位嫌贫爱富的姑嫂裴梅和那位眼高于顶的朱家公子，今日竟一起登门了。爹娘若是能看到今日，二郎啊，你如今出息了，光宗耀祖，姐姐真是深以为荣啊！张口闭口都是死去之人，怎么不问问活着的人怎样？二郎，哼，二弟此言差矣。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接小妹和老太太去朱家享福的。接去享福？早干嘛去了？太母和妹妹在这种地方受苦了，当初就提议把人接去朱家，只你姐姐不肯，说家中还有一位寡嫂，怕这嫁出的女儿把人接去，你们该如何自处？焉能不被人议论？一堆冠冕堂皇的话，说到最后，反倒全成了他们的理。唉，你姐姐自幼是被太母带大，心疼太母，也想尽尽孝，将人接去颐养天年。二弟还要去京中复职，日后你就放心的把人交给我们吧。不必了，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去。你要带他们去华京，连他也带去？你有意见？没有。那就回吧。二郎，听说你赴了府台大人的宴，一定也见过徐县令了。他们衙门前不久有个教义的空缺，你可否去说一下，让你姐夫去顶上？县衙教义是县学的考官，管文庙祭祀教育生源，怎么也得是举人老爷的身份才担得。而朱家公子而立之年连个秀才都没考上。你想去衙门任教？是你姐姐想让我去。她是个没脑子的，你脑子也没了，不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斤两。你看，从进门到离开，他未曾开口问过太母一句，也没说要看他一眼。然而他自己也清楚，小时候太母最疼的就是他。二叔喝茶吧。薛玉，我当年并非不知他是怎样的人，只是没有法子罢了。好在那时有你，否则我怕又是难逃罪责了。二叔，你怎么又叫我名字？嫂嫂，原说要带粤语的，这才过了半月，突然让回去，可是京中发生了什么大事？据说是长安军营查出了走私军火的案子，数额太大，牵连甚广，所有人都需回去接受盘查。这可是件大事，二叔千万要谨慎些。不必紧张，我尚未复职，也卷不到什么事里去。京中虽然繁华，但听人说官场勾心斗角，平安无事最好，否则还不如做个地方官，逍遥自在。那如何比得？华京随便派来个官，地方官员都要抖一抖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没什么逍遥自在，倒不如往高处挤，砥柱中流，反而站得更稳。二叔言之有理，是我目光短浅了。这是什么？多少？1万两。1万两！二叔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放心，不偷不抢，皇上给的赏金，我给换成了银票。吓死我了！
二叔收好了。你来收，这如何使得？如何使不得？那成，我先帮二叔收着，待二叔和冯小姐成亲了，再交给他。薛玉，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冯小姐？哪里来的冯小姐？谁在跟你乱嚼舌根？不是镇北将军府冯家的小姐吗？二叔不喜欢她？不喜欢。哦，那算了，过日子还是要找个心仪的才好。二叔若是不喜欢，冯家门楣再高，咱们也不去攀。京中贵女众多，倒也不急，慢慢来吧。京中贵女众多，与我何干？你莫要再胡言乱语。莫名其妙被他一连训斥，我紧张不安，也不知哪里说错了，心里着实有些不好受。但想着他马上就要走了，我也不打算计较。这银票，我能拿出100两来用吗？当然，随便你怎么花。我就只要100两。我以前帮布庄搬货的时候，看到一批缎子要几十两银子呢，叫什么浮光锦还是妆花缎来着，我都想了3年了，真的很想裁件那样料子的衣裳。二叔如今有钱了，就给我裁一件，给小桃裁一件，给太母裁一件。你可以多裁几件，想裁多少就裁多少，今后都是这样。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拿给我吗？什么东西？京中气候不比边疆，其实那些多半也用不到。不过既然你都做好了，那便拿给我吧，指不定哪天可以用。二叔说的什么？护膝。上次帮他量尺寸时，我的针线筐里确实有做好的一套护膝，还有一条黑高露毛的垫子。不过，那是给陈秀才做的。垫子呢？二叔用不上那个，先放家里吧。用得上，去拿。你怎么又要走？你走了，薛玉怎么办？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孩子？你都多大了？鳖孙儿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要加把劲儿啊！他是二郎，是二郎呀！太母，你认错人了。想骗我？你当我傻？我亲眼看到你跟他拜的堂，是不是他又赶你走了？他不要你了？你别害怕，看我不打他！薛娘子，韩小将那死鬼可有信儿来？我这才知道，韩小将等人住在大庙村时，没少吃吴寡妇送来的饭菜。然后那韩小将仗着几分不错的姿色，把吴寡妇给睡了，还承诺了要娶人家。结果跟裴二叔回京时，他是偷偷摸摸走的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你怎么能信他呢？他可不是什么好男人。嗨，男人有几个好的？反正我不管，他承诺了要娶我，躲到皇帝老爷那里，我也得把他找出来。找出来又怎样？他要就是不肯娶你呢？那我就阉了他。后来他真的收拾东西上京了。寡妇就是牛，敢去京里阉人，不愧是吃过咱们2个鸡屁股的人，无辈之楷模，了不起！今天没去私塾，秀才不是考试去了吗？新来的教书新士还没到。那去后院把碗洗了。好。铺子里招了个能干的伙计，我便轻松不少。晌午去看了阿香，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了2匹布。是我心心念念的浮光锦，我都想了3年了。薛娘子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阿香！今日请了个大夫来看，大夫竟然说是心盖，这可是会死人的。阿香是心病，二郎再不回来，他怕是好不了了。阿香喜欢裴二叔，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混账东西，又跑去哪儿鬼混了？笑个屁！臭小子，别欺负阿香！阿香！裴爷，别多管闲事儿，赶紧滚！小女只是在家门口不慎摔瘸了腿。那件事过后，像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分水期，永远的把他和二郎隔开了。
阿香孤注一掷，拿出嫁妆钱开铺子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二郎。铺子开了3年半，他终于见到了二郎。二叔，这是赵大叔家的阿香姑娘。他曾为他杀过人，可他似乎早就忘了他是谁。年少时的一场梦，该醒了。他怎么这么犟啊？我早就说过，且不说二郎如今成了将军，就算他不做将军，是个普通的兵又怎么样？咱们配不上人家了。二郎这样的人怎么会娶一个瘸子？他那点心思以为藏得住，我想着就让他折腾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不见二郎一面他不会死心，但我没想到见到了人，他不仅心死了，连人也撑不住了。阿香姐姐不就是个男的吗？你要学学我们村的吴寡妇，得不到就阉了他。好看吧？我特意选的碧霞色，穿上跟披了云彩一样。你快试试，穿好了咱们去周桥转转，晚上有灯会呢。不去了，我浑身没劲儿，实在起不来。玉娘，这衣裳真好看，可惜我出不了门，你能穿了给我瞧瞧吗？出不了门就留着以后穿，有的是机会。你先把鸡汤喝了。我喝不下，心慌的厉害。玉娘，我也想喝，我也知道我爹难受，可我好像真的不成了。我不想死，可我撑不住。玉娘，你真好看，眼睛好看，嘴巴也好看，像把云彩披在了身上。你今晚去帮我看看周桥的灯会，好不好？小香姐姐要死了吗？她方才说的难道都是遗言？那不是我二哥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回来了？二叔可来了！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怎么了？先别哭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快走，去见阿香！原来阿香姐姐得不到的男人是我二哥呀！从赵大叔家出来，我已经情绪十分稳定。不知裴二娘在屋子里跟阿香说了什么，出来的时候她脸色便不太好看。二叔，你怎么了？阿香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她这是心病，淤堵不通，大夫说还需新药来医。谢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就是为这事儿。是啊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是吗？我不一样，我快蠢死了。你怎么会蠢啊？你可是朝廷的2品大员，你要是蠢，圣上也不会要你。二叔，我是不是又说错了什么？没有，这是你新采的衣裳。100两银子才买了3匹布，太贵了。不贵，物超所值，很好看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好看，可我还是肉疼的不行。临了又跟那掌柜还价，多拿了他1批上好的素绢布，他还不乐意。二叔，天不早了，咱们赶紧回铺子看看太母吧。不急，我方才看过他，精神很好，手劲儿也很大。他又用拐杖打你了？到了铺子门口，他也没有回去。他说多年未逛过灯会了，让我带他去桥西走一走。我倒要回去照看太母，他说有小桃在，不用担心。我背你。不用，二叔扶我一下即可。玉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崴到了脚而已。秀才，这是我家二叔，今日刚从京中回来。裴将军，二叔，秀才原是小桃的教书先生，如今考过了乡试，3月里他就要入京赶考了。春闱应在2月，为何3月里才去京中？原是在2月的，今年官朝多事，圣前不久下旨，将殿试改到了5月里。
朝中多事，想来便是那桩军火案闹的了。3月春闱也应准备出发了，东西可都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，该带的都带了。乡试时正值天寒，如今已然回暖，护膝便不再带去了。玉娘做的那只黑高毛带垫甚好，我带上了，考试时可放在凳子上。秀才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站着有些累，今日不多聊了。哦，好，那你记得敷下脚，不然明天走不成路了。我也不知为何，心里直发虚，根本不敢再去看裴二娘那张黑沉的脸，被她犹如押送犯人般搀扶着回了2楼房间。方才之举并非秀才僭越，而是在他考上举人之后已经同我商议过，想在进京赶考之前将我们2人的事给定下。所谓的定下，自然是要告诉裴家人，而裴家人自然就是裴二郎了。放期书他早就签给我了，我要嫁给秀才，没什么与理不合的，只是名义上到底是他家寡嫂，相伴多年，该跟他商议一下。他今日回了云安县，正是机会。可是我不知为何心里发虚，总觉得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。转念一想，没偷没抢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大将军家的寡嫂不享手贱，一点也不丢人。更何况裴二娘这次回来总显得怪怪的，让人心里没底。我决定了，明日见了他就跟他说这件事。谁？我。二叔，何事？我拿了药酒，你把脚敷一下。二叔，有件事。二叔要出门。去哪儿？江城县。怎么刚来就要走？这趟出来本就是为了公事，只是卡好途经夺州来看你们一眼。天都那么晚了，二叔一路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要紧事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我倒是有桩要紧事要问你。先前拿给我的护膝口袋垫，是做给旁人的。是。为何要给他做那些？想清楚再说。秀才人很好，以前帮过我，在私塾带小桃也不错，而且人家无父无母，上次因为风寒耽误了考试，所以我才下不为例，以后不许再做给他。不是，二叔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不急，等我回来，我也有话跟你说。他这一走又是1个月，秀才没几天也走了，如今赶考。玉娘，你可跟家中二叔了咱俩的事？还没，这次等他回来就说。我感觉裴将军似乎不喜欢我，但你放心，待我这次考取功名，兴许能令他高看一眼。那你好好考。我会的。我实在好奇，裴二娘那日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倒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看着我淡淡，当初我救你是希望你活下去，为你自己活，而不是把指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玉娘，你家二叔说话真的太狠了。他还说，如果料到我今日这样，当初便不该救我，反正是要死的，多活这些年做什么？我突然就哭了，哭完之后好受多了，心里竟然不堵了。他是不堵了，该我堵了。唉。嫂子，你心里也有得不到的人了吗？别怕，是我。二叔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即刻传谕出门，去距离云安县数百里的郊外凉亭，接一位身装镜子衣袍的萧姓公子。现在？现在，马车为你准备好了，在铺子门口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别害怕，我把一切都安排好，你只需去这一趟即可，不会有危险。我其实不懂他在做什么，但他是将军，做的事必然是该做的。我一个没什么能耐的妇人，听他的话即可。二叔放心，我一定把人接来。裴将军何在？公子待会儿便知，快跟民妇走吧。娘子是裴将军什么人？民妇是他家中寡嫂。
二叔，贵客到了。二叔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走了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二叔，你别吓我！快去请大夫，他伤得很重。太子殿下，臣无能，让您受惊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人非富即贵，可万没想到他竟是当今太子。薛娘子对孤有恩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殿下折煞民妇了，民妇愧不敢当。裴将军可知那些刺客的来历？江都提辖、幽州刺史皆听命于康王殿下。孤知道冯继儒对你有提携之恩，康王势力盘踞朝党纷争，你乃新任职的朝廷大员，定不愿卷入其中。殿下，臣只战天子。何为天子？正统即天子。好你个裴义！殿下放心，臣已将那帮刺客全部诛杀，并知会了涿州郡府台大人。韩英也正率人赶来护驾，殿下择日便可平安回京。疼吗？不疼。那日我去接人时，二叔分明还好端端的，怎么我们一回来你就受了那么重的伤？难不成我走后铺子里子来了刺客？那这伤你故意的？算是吧。为何？你不要命了？怎能对自己下如此狠手？天大的事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呀！万一有个好歹，你连命都没了。嫂嫂心疼了？当然，我是你嫂子，自然是怕你出事的。那你脸红什么？二郎，你莫要胡言乱语。玉娘。二叔，我有事要同你商议。上次你见过的秀才，多年来对我颇多照顾，你也知道，我与你哥刚成婚，他便去了。这么多年操持，我如今已经20有1了。我觉得秀才人不错，我想嫁给他。二叔放心，秀才说了，成了亲咱们还是一家人，我可以继续做营生，还能照顾小姑。日后你在京中安顿好了，可以将太母和小姑带去。若是他们不想去，继续跟我生活也是可以的，怎么着都成。嫂嫂可想清楚了？清楚了。好，你等着。裴二郎那句你等着让我害怕了好几日，虽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，但我知道他那日咬牙切齿是极为恼怒的。后来我与他都没再说话。二叔的伤快好了？快好了。每次我都是慌不择路的从他房内逃出来。嫂子，我哥不行了吗？你脸这么白。裴小桃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我不说话可不就成了哑巴？你没事做是吧？去厨房烧灶，我待会儿熬卤汤。好。小骗子，又跑开了。我来吧。那二叔来吧，我去把盆里几件衣服洗了。你出得去？二郎，你放开！想嫁人了？我比那秀才强多了，你试试。二郎，我是你嫂子。我知道。生死书就扫，要判绞刑的。在担心这个？不行，我们不行，谁都可以，就我们俩不成。我只问你想不想嫁给我，只要你想，什么都无需你来担忧。我不知道，我已经答应了嫁给秀才。方才我没听清，再告诉我一次，你要嫁给谁？想清楚了再说。
嫁你，我想嫁你，二郎。你自己说的，可不能反悔。怎么打不开？不关我的事。谁把你们锁起来的？哼，太母人呢？我去帮他捶捶肩。二郎，姐姐求你，你把咱娘带走吧，把她也送去，今后再不要回来了。我事务繁忙，顾不得照顾家中。大丫，我不忙，我可以照顾家中。好。回京路上，我便一直在想，秀才自从入京赶考，仿佛失踪了一般。问了裴二娘，总会见到的。直到在京中见到了被绑前捉笑，已经成了礼部侍郎女婿的秀才，我才呆了一白。据说那梅还是裴将军保的，他兴许是以为我怨他，殊不知我怨的是裴二娘。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即便是我做的，他若没有那个心，谁还能按着他入洞房？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你是故意的。嗯？夫人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盯上了我。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乖，晚上告诉你。力气越来越大了，甚好。